截至6月3号，俄乌冲突已满100日。据新华社援引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6月1号早些时候，俄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公布了第3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它包括控制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俄军将在清除顿巴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乌政府军后进军上述3州。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要提前点名这3个州？俄军不断优化战术，战场推进成果大幅提升，背后又是何人在指挥呢？乌克兰叫嚣要用美国武器攻击俄领土，俄战略火箭军部队95%处于完全战备状态，局势会否再升级？一起来洞察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第2阶段军事行动目标当时是由俄罗斯中部军区副司令明涅卡耶夫正式宣布，但目前第3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并非由俄军方高层人员正式宣布，而是由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放出消息。对此，有分析认为，第2阶段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展开之后正式公布的，现在尚未结束，还在收尾，因此所谓的第3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由媒体向外透露，更像是一种放风与舆论攻势。那么，从公布的第3阶段作战目标来看，俄希望把乌克兰塑造成一个彻底的内陆国家，最大程度杜绝俄罗斯的安全隐患。俄方所聚焦的哈尔科夫是东部重工业与文化教育中心，著名的莫洛佐夫坦克设计局和机械制造厂就坐落于此。拿下这里可以削弱乌克兰的工业实力，并为俄罗斯所用。但对于俄军来讲，拿下哈尔科夫并不容易。之前，俄军就曾一度围攻哈尔科夫，后遭到乌克兰军的顽强且有效的抵抗。后来，俄军重整优势兵力，聚焦推进在顿巴斯地区实现军事目标，放弃了对哈尔科夫的围攻。就在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现身该州，隔空为苦战顿巴斯的乌克兰守军打气。而俄军如果拿下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就封住了乌克兰的出海口，拥有了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杜绝了北约染指黑海的可能性。与马里乌波尔等地区连接起来之后，俄罗斯将完全掌控乌克兰整个东南地区，尼古拉耶夫州的纵深还可以直逼乌克兰腹地，以形成钳制。不过，这2个地方同样是难啃的硬骨头。以敖德萨为例，据称敖德萨城市地下大约有2500公里长的隧道，这些隧道连成片组成了一座坚固的地下堡垒。早在2战期间，苏军就凭借这些地下隧道在敖德萨痛击德军。进入冷战时期，苏军又对敖德萨的这些地下隧道进行了改进和加固，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抗击核武的地下堡垒。不仅如此，敖德萨还是乌海军的基地，整个乌克兰的海军都停泊在敖德萨港口内。乌军依托着岸防设施维持防务，而且西方还为乌克兰海军送来了大批的反舰导弹，包括鱼叉系列反舰导弹。如果俄军要强攻敖德萨，要面对的是整个乌克兰的海军力量加岸防力量。黑海舰队此前就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从地缘战略上来看呢，如果俄罗斯控制住南乌和出海口，拥有了对黑海和亚速海的控制权，比攻下乌克兰首都基辅实际上作用和战略意义、经济意义都是更大的。而且从作战的难易程度和付出的代价来看呢，这个第3阶段目标比攻占基辅或者是打到第聂伯河更加现实，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乌克兰和北约方面呢已经注意到俄军的作战意图，所以美国联合丹麦呢向乌克兰提供岸基版的鱼叉反舰导弹，就是防备俄军的黑海舰队从海上对敖德萨等地区发起进攻，封锁乌克兰的出海口。但有观察指出，俄军战术打法调整后，在卢甘斯克地区连续攻城拔寨，先后夺取了波帕斯纳亚、红利曼，目前正在围攻乌军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顿涅茨克。从第2阶段作战来看，俄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第一是稳定的输出猛烈的火力，给乌军在一个局部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让其难有还手之力。第二，俄军在第2阶段的顿巴斯作战中加强了电子战方面的投入，所以
乌军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呢，很难对俄军下一步的行动进行预判，从而难以发挥出之前小股部队反坦克、反装甲灵活作战的特点。俄军优化战术之后，就连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也承认，俄军在红利曼之战中显示出了俄军高超的战术管理和作战能力。阿列斯托维奇还特别夸赞了俄军中有非常有才华的指挥官。虽然俄方尚未证实，但据多家媒体报道，俄军目前是由叶夫库罗夫大将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前线总指挥。叶夫库罗夫出身于苏联时期北奥塞梯印古什族一个农民家庭，他于1982年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空降兵，随后考入梁赞空降兵指挥学院，后来获得推荐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到2004年，叶夫库罗夫从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时，已经历任了俄罗斯空军的所有职务。作为现任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在俄国内是公认的猛将，非常善于以奇谋取胜和强敌正面刚。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就让他一战成名。当年6月，北约对南联盟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之后，当时还是上校军衔的叶夫库罗夫下令手下200名空降兵乘坐数十辆军用卡车和装甲车，急行军奔袭500公里，抢在北约维和部队之前，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当时，北约在机场周边部署了差不多7000名北约士兵，并且还拥有制空权。俄军的突然出现让北约非常意外。正是这一场漂亮的突袭，让北约不敢小瞧俄罗斯，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俄罗斯派兵入驻科索沃进行维和行动。随后，叶夫库罗夫还参加了第2次车臣战争，在一次侦察任务中，他成功地把12名被车臣俘虏的俄罗斯士兵解救了出来。叶夫库罗夫后来被授予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俄方再次调整了前线总指挥，如果这一消息是真实的话，我认为俄军还是从战场的实际需要来考虑。从叶夫库罗夫大将过去的作战经验来看呢，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其不意，对重要的战略节点实施突然袭击，从而控制住战局的发展方向。目前俄军的作战思想和打法与之有契合的地方，